那个清汤大老爷，地主家傻儿子七仔终于洗去冤屈了。都知道先前七仔给阿宝送了个整个熊猫界独一无二的扳手耳朵，自此七仔形象就受到严重的打击，还被网友戏称黄毛都不好惹。如今才知道是阿宝先咬的七仔的脚，还冲着他骂骂咧咧不停挑衅。七仔只是以其熊之道还治其熊之身罢了。此刻好不容易洗去冤屈的七仔泪目，无意占用公共资源，但事实就是如此。以后不再回应公道，自在雄心。别看七仔表面上有800个心眼，但却是奶爸官方认证的温柔小熊。都知道熊猫完成所有的行为训练后，就能得到小苹果、胡萝卜等奖励，其他小熊都是做到一半就没有了耐心，唯有七仔乖乖听饲养员的指令，以至于接触过的奶爸奶妈都很喜欢他。当发现奶爸出现在墙边看着自己，七仔立马放下手里的食物跟他撒娇，甜甜的咩咩叫一整个萌化人心，严重怀疑巧克力熊都能听懂奶爸说话，一人一熊沟通也没有任何障碍。但如果没有共同话题，社交就会变成一种负担。其实真正灵魂共鸣的社交是有趣的，生活中现在很难遇见。想找到很多有趣的灵魂一起玩，上搜打开奇遇灵，铃铛一响，奇遇登场，有趣的灵魂就会找到你。和兴趣、三观一致的人相遇，才有聊不完的话题，才能懂彼此的有趣。想遇见有趣的灵魂就上搜吧。很想问七仔究竟藏了什么保养秘诀，从小到大都长得奶乎乎的。七仔还特别喜欢跟其他小熊交朋友，就算自己的大衣颜色和他们不一样，也要想尽办法融入到集体里面。温顺乖巧，他比较主动，特别喜欢到窗户边跟别的什么交流。因为七仔小时候喝盆奶比较慢，别的小熊喝完后总会抢他的，小家伙也不生气，安安静静的待在一旁，等小伙伴喝完了再舔干净空奶盘。或许七仔成年后依旧那么爱喝盆奶，就是因为小时候失去的太多吧。当新邻居之路熊熊碎碎咬他毛时，七仔只是回头看看这小子在做什么妖，然后转过身纵容之路为非作歹。而且七仔和三太子萌兰一样，对园区里的小鸟非常友好。当喜鹊蹦蹦跳跳的跑到他头上时，就算被吓了一哆嗦，七仔也没生气，甚至就连睡梦中被喜鹊薅毛惊醒的他，也只是稍微动动表达不满。其实当初七仔把阿宝耳朵咬伤后，内心也很后悔，想跟他道个歉，但园方担心两熊再出现什么过激行为，就把他和阿宝之间的小窗封了。于是七仔只能每天跑到窗边挖地道，希望能当面给好兄弟道歉承认错误。好在园方后来又把窗口给打开了，看到阿宝后，七仔立马上前跟他贴贴，两熊说开后便就此重归于好。至于阿宝背后散播七仔不好惹的谣言，以及七仔在乐乐面前表演阿宝被咬的糗样，或许是因为好兄弟之间就是要互坑吧。眼前这只抱着奶爸不撒手的小熊，就是新兴产房新鲜出炉的熊猫仔仔。小糯米团子在奶爸怀里不停咕扭，哄得对方眼睛都眯成了一条缝。这一刻奶爸绝对是世上最幸福的人。尽管熊猫仔仔连路都还走不稳，但并不妨碍小粘人精追着奶妈跑，前脚踢正步，后脚各走各的样子，一整个走到了姨姨的辛巴里。当奶妈走到距离游客很近的前台后，小家伙有点胆怯，不敢跟上去，歪着脑袋满眼懵懂地观察两脚兽。高颅顶小眼圈朵朵间的距离打车都得10块，就是说怎么会有这么可爱的熊猫宝宝。直到听见奶妈提醒游客别吓到自己，仔仔才赶紧跑过来藏在树后面，像小鸭子一样附和，对奶妈说的都对。只能说自从听过媚猪的哞哞牛叫，熊猫宝宝不论发出什么声音都不稀奇了。其实这个小家伙的叫声特别丰富，不仅会鸭子叫，也会奶里奶气嘤嘤叫。前几天钻树丛玩时还被吓出了狗叫，把一旁自投箩筐的淼淼仔都吓成瓜娃子了。好在奶妈及时抱起熊猫仔仔安抚他，小家伙像受了天大委屈的人类幼崽一样，委屈巴巴地缩在饲养员怀里。不得不说，小家伙是懂如何拿捏两脚兽的。虽然还不知道熊猫仔仔的父母是谁，但有一凭借他和 QQ 糖相似的外貌，加上绣球妈妈今年刚好在基地生宝宝，猜测他极有可能是绣球仔仔。这下不少网友开始担心仔仔的处境，毕竟绣球带娃简直比成大还不靠谱。只见悠悠刚站起来征服面前这块石头，绣球妈妈就直接把他扔进了水池里，随后拖着浑身湿透的小家伙走来走去，完全没留意到悠悠的脸一直贴在地上摩擦。几轮回合过后，小家伙直接变成潦草小狗，小年纪脸上就写满风霜和生无可恋。谁能想到这只把娃当抹布拖来拖去的猫妈，就是那个宝宝出生后一直抱着娃3个月吃饭睡觉都不撒手，母性很强的绣球呢？虽然很谨慎，实则少折腾一点孩子就能好一些。等到悠悠稍微长大一点后，绣球对付熊孩子的招式就更多了。只见他先摆好招式，再直接出拳，紧接着用无敌风火轮彻底将悠悠 KO。果然生孩子就是用来玩的，不知如今绣球带娃还是否爱玩呢？就让我们拭目以待吧。到福宝没吃到竹笋生气翻滚，才明白混世小魔王的状态又回来了。起因是福猪猪最近迷上了吃笋，半米长的火箭炮笋能连炫3-4根，好吃到卡姿兰大眼都不自觉眯着。但由于竹笋的含水量比较多，而福宝吃的竹竿和竹叶又比较少，
他拉出了形状独望无兔的便便，看上去软塌塌的，像拉肚子一样。这也导致许多不知情的影迷以为福宝的身体健康出现了问题，一激动差点又把徐奶爸挂网上。其实只要福宝恢复竹竿竹叶的采食量，青团也会慢慢恢复正常的样子。而奶爸出于福宝健康以及自身安危考虑，早上送加餐时便没有放他最爱的竹笋。福宝发现后当即跑回内舍找对方评理，只可惜谈崩了，气得他连滚带爬的跑出来，毫不客气的把自己的小饭桌掀翻了。我混世大魔王可不是那么好拿捏的。虽然福猪猪的愤怒值比天还高，但熊是铁饭是刚一顿不吃饿得慌，他在生气和干饭之间选择了生气的干饭，隔着屏幕都能感觉到他咬竹叶的用力。小徐惹怒我是没有好果子吃的。随后小魔王开始了他的复仇计划，只见他连着翻了几个奶爸不允许的跟头，并倒挂在树上用力拍打上面挂的红球，生怕屋里的徐奶爸听不见这里的动静，只能说这哪里是福宝宠粉整活，分明是混世魔王的大型示威现场。不给我吃的同样把你挂网上。当福宝信心满满的来到小卖部，左看看右看看，摇晃着小脑袋点餐时，认命的徐奶爸乖乖给小祖宗奉上竹笋，而福猪猪也终于不再生气，得意的炫起了饭。果然没有什么是一根竹笋解决不了的，如果没有就来2根，再加个小苹果。恐怕徐奶爸做梦都没想到，自己饲养过那么多性格迥异的熊猫，到头来被一只4岁的小魔王狠狠拿捏。没办法，谁让福宝是唯一的女孩，小姑娘再调皮也得流着泪继续宠下去。徐奶爸观察到福宝不光喜欢吃竹笋，还特别喜欢坐在门口角落里炫饭，因此他会把超大号竹笋和竹子放在墙角，这样福宝不仅不会被游客声音吵到，也能安心靠在墙角舒服的嘞。当福宝玩耍时把自己蹭成大花脸后，徐奶爸为了维护女明星的形象，赶紧趁加餐时间把闺女擦得干干净净，主打屁股可以脏，但脸绝对不行。对此网友提议让福宝全身都蹭上，必须让奶爸把帕子擦出火星子。不得不说网友是有点小心思在身上的，既能看福宝挖煤又能折磨老徐，简直是一举两得。俺爷爷的心上熊谭新淼终于出关了，小家伙看上去比之前圆润了不少，走起路来鼓鼓囊囊的，肚子一晃一晃的。而看到淼淼肚子上显眼的红色纽扣，不少网友猜测她今年又当了妈妈。别的熊猫妈妈都是军训式带娃，利用血脉压制把熊孩子治得服服帖帖，而娇弱的六水公主则主打碰瓷式带娃，娃一碰就倒，一生气就跳脚。当初淼淼帮闺蜜圆润照顾女儿润九，捣蛋的熊孩子把弱不禁风的六水公主直接从木架上推下去，摔猛了的淼淼先是愣了一会，然后立马起身想给熊孩子一个教训，没曾想被力大如牛的润九一头撞翻。这下淼淼是真的被气到崩溃，她本想跳起来打孩子，但又没舍得，只好无能狂怒：陈圆润，你欠我的拿什么还？早知今日当初就不嘴馋抢圆润的苹果，可也没人告诉她要带娃还债啊。其实也不怪六水公主动不动就崩溃，毕竟除了一出生就注定不凡的润九，淼淼的亲生孩子也都不是省油的灯。有次调皮的惊喜非要爬危险的木架，不想让孩子受伤的六水公主奋力阻止，结果被惊喜拽倒，重重摔到了地上，淼淼被气得直接晕了过去。小宇宙爆发的淼淼决定不忍了，决心让熊孩子知道招惹妈妈的严重后果。化身恐怖直立猿猛地把他推进了沟里，没曾想一扭头，惊喜就站在自己眼前。淼淼以为撞鬼了，吓得瞬间摆出战斗姿势，后知后觉的发现自己居然认错熊了。被推下去的小倒霉蛋其实是女儿金双。俗话说有再一再二就有再三再四，这天淼淼又把金双当成惊喜推到了沟里，看不下去的惊喜在一旁努力拽住妈妈，妈你看看我不信你，两眼空空。又菜又认不清熊的淼淼心态崩了，之后便修习了掩耳盗铃式带娃大法，每天缩在树下装蘑菇，试图骗过孩子，只可惜体型太大，一眼就被认出来了，还被熊孩子当成凳子踩着爬树。只能说淼淼和小狗圆润不愧是闺蜜，带起娃来简直是一样的搞笑。当圆润正靠在木架上美滋滋炫笋子时，不听话的熊孩子爬上来就薅住他的头皮，这一下差点把圆润的灵魂都拽出来了。当圆润耐心的教熊孩子爬木架时，调皮的仔仔仗着自身灵活，直接跑到妈妈肚子上挑衅的蹦跶，压得圆润差点把隔夜饭吐出来。起初圆润还能控制自己的小脾气，可眼瞅着熊孩子越发蹬鼻子上头，小狗忍无可忍的把他甩到地上，随后还赌气似的把自己扔下了沟。果然任何物种带娃都会发疯，小家伙靠近时特地放慢脚步，等奶妈先回到员工通道后才进门，而且约爱进门后也没有转身离开，眼里有活的他还主动帮奶妈关上门，甚至留了条缝隙以便通风，简直是要成精的前奏。其实爱姐的这番举动并非偶然，小熊精从小就会给二顺妈妈开关门，自己出来玩时也会顺手把门带上，很难不怀疑爱姐藏了什么宝贝，怕被偷走。作为熊猫界智商与萌兰比肩的小熊，爱姐的高智商向来令猫粉们惊叹。这天馆长和外公给可爱准备了新丰绒，为了增加趣味性并锻炼两熊的后肢力量，用绳子将玩具全部绑在了树上。爱姐迫切的想要吃到丰绒里的果果，于是想要直接从源头解决问题，她径直来到木架上观察馆长打的绳结，只是轻轻一拽，绳结竟然就松开了。随后爱姐像侠女一样翻身踩在树上，一手抓木架稳住身体，一手扯开了绳子。这逆天操作把外公都给看得目瞪口呆。
只能紧急召回于可于爱并返宫。而爱姐也不是第一次解绳子了，先前院子里的吊篮打结竖了起来，没等姨姨们研究明白爱姐已经上，结果只动了一下嘴就解开了吊篮。此刻仿佛看到上学时期碾压全校的学生。这天外公陪两熊玩老鹰抓小鸡游戏，他在前面跑，可可爱爱在后面追。在经过弯道时，爱姐只思考了0.01秒，就果断选择抄近路去追外公。笨蛋哥哥只会跟着饲养员的路线跑，难怪外公感叹于可想到时于爱已经做到了。先前可爱兄妹和二顺分开的时候，妈宝男饭也不吃崩溃的趴在门口要妈妈，而爱姐的心理承受能力要比哥哥强一些，坐在木架上吃奶爸放的4根笋笋。不过懂事的于爱并没有全部吃完，而是特意给哥哥留了2根。试问谁能不爱如此聪明暖心的小熊呢？不仅如此，爱姐的模仿能力也是一流，会故意模仿哥哥从树上掉下去的糗样，还杀熊诛心的蹦起来嘲笑可可，结果被恼羞成怒的于可追着胖揍。当夏天到来，阳光烤得头脑发昏时，爱美的于爱就直接把王八壳扣头上，既能 cos 神龙大侠阿宝，又能防晒，真是一物两用，不但美观还实用。果然于爱的爱就是爱因斯坦的爱，要是有一天爱姐开口说人话，恐怕猫粉们也不会太震惊。闵家不养闲熊，个个都是显眼。这只坚持熊掌在上，否则就会急眼的小熊，就是显眼包灵颜的亲妈敏敏。虽然都已经是做妈妈的熊了，但敏敏一身反骨，还是著名的嘴炮团成员之一。这天，敏敏正缩成一团，安静的坐，奶爸使出10级猫语喊她回家吃饭。明明吃饭了。虽然不太确定敏敏有没有听懂，但可以肯定的是，她不想再听奶爸唠叨，直接转身撅起屁股，正对着奶爸就开始拉亲团。像极了对方不愿意搭理你，并投来一坨屎。有这么一位搞笑女妈妈，她的孩子自然都是熊中龙凤。这只和胖妍同款委屈脸的小熊，其实就是她的亲弟弟满满。两熊相似程度，亲妈见了都得愣一愣。不同的是，满满的头平的能顶起一瓶汽水，而满满和灵妍不仅长相犹如复制粘贴，就连搞笑的气质、整活的本领都如出一辙。满满最喜欢霍霍院子里的小树，只需一个熊定重击就能让枝干妻离子散。好家伙，兄弟俩真是不分伯仲的胖啊！很想问敏敏一样的孩子为什么要生2遍？奶爸奶妈带娃风格差距多大？熊猫咸咸仔最有发言权。这天，咸咸仔喜得新玩具轮胎秋千，李奶妈踩着木桩将绳子仔细绑好后，便把小家伙抱上去试玩。刚开始，咸咸仔差点失去平衡摔下来，这惊险的一幕直接把奶妈吓出表情包。于是他扶着轮胎帮咸咸仔找到了窍门。随后，这治愈人心的画面便出现了，能看出2位奶妈是真喜欢咸咸仔，眼里满满的慈爱，像看着自家小辈一样。难怪咸咸仔从小就爱黏着奶妈，吃笋笋时还一个劲的往对方怀里钻，感觉下一秒就要开口喊妈妈。不过奶妈带娃有多温柔，直男奶爸带娃画风就有多狂野。当初咸咸仔还没喝完盆盆奶，羊奶爸就开始往手臂上裹毛巾了，随后一把抓住咸咸仔命运的后脖梗，软萌可爱的小家伙直接爆改兔子。擦完嘴，羊奶爸立马把竹笋递给仔仔，生怕不够吃，还掰了一半硬往他手里塞。结果咸咸仔吃的太急，不小心噎到，羊奶爸赶紧帮倒霉孩子拍背。这手劲儿拍的咸咸仔 Q 弹 Q 弹的。有时咸咸仔想让羊奶爸抱他回去，于是主动靠近，用萌萌哒的小眼神看着对方。试问谁能拒绝这样一只软萌的小可爱？除非他是羊奶爸，直接把咸咸仔给气走了。和他搭档的光头奶爸也同样硬核，收猫时直接拽着咸咸仔的小手，就这样水灵灵的把他收回了家。有次咸咸仔赖在爬梯上不肯回去，要是换成奶妈估计又得哄上半小时。可羊奶爸和光头奶爸只是眼神交流了一番，就直接连熊带梯子全都抬走。被拿捏的咸咸仔内心 OS 不对，流程不对。而被奶爸霍霍的小熊不止咸咸仔，不愿意喝盆盆奶的苏林仔扭头就想跑，结果被羊奶爸揪住头皮一把薅了回来。哪有小熊不喝盆盆奶的，必须给我喝。苏林仔打也打不过，跑也跑不赢，只能被迫干完了一整碗盆盆奶。等到擦嘴时，又是鸡飞狗跳的场景。苏林仔拼命往前窜，羊奶爸拼命拽，本来就车的仔仔瞬间变成钻头车。当苏林仔挂在树上不愿意回家时，光头奶爸愁的眉毛都掉了好几根，只能摇来羊奶爸帮忙收猫。羊奶爸看到后连缓冲机会都不给，直接强硬的把苏林仔往下拽，并把熊孩子抠住木架的小手掰开。一脸懵的苏林仔就这样被带回家了，心想我可是国宝，你们竟然这么对我。虽然奶爸奶妈带娃风格不同，但能确定的是每个人都很爱大熊猫，相信未来熊猫种族将越来越好。一猪的甜妹熊舍彻底崩塌了。你干嘛那么说？已经出到门口了。真的很不愿意相信这是媚猪的声音。谁能想到外表软萌可爱的媚猪，竟然随了正生姑姑中气十足的杠一，一觉睡醒有种白月光塌房的感觉。其实前几天小家伙独自玩耍的时候，就兴奋地发出了哞哞哞的牛叫声，但因为声音与媚猪的外貌严重不符，网友们坚定地认为是大梁奶爸在恶搞。然而奶爸却在直播时无情揭露真相，表示媚猪2个月大时声音就很粗犷了。这下姨们悬着的心终于是死了。大概2个多月的时间。
我们也拍到它是有这个类似牛的一个调性，对，比你一个正声的娘声还要重。网友也表示，媚珠的声音比郑生更低沉，将来一定是一名出色的女战士。对此，郑生表示，声音像我，你无需自卑。其实网友们也不用太在意媚珠的声音，毕竟妈宝女的她在妈妈面前是嘤嘤怪，甜甜小奶音一整个萌化姨们的心，而牛叫则是驱赶大梁才发出的声音。谁让外公不是偷摸自己，就是把镜头对脸上，把软萌可爱的媚珠都拍成秃脑萌了。媚珠也是深谙随时发疯绝不内耗的道理，只要大梁外公招惹到他，就会一声怒吼，大声告诉全世界这里有人欺负自己。而当清洁想要检查媚珠的牙齿时，小家伙先是左右摇晃脑袋表示抗拒，随后直接啊呜一大口咬住对方手指。我可不是娇滴滴的小熊，有的是力气和手段。有次媚珠迷迷糊糊的冲身旁愤怒咆哮，结果直接误伤刚从外面回来的妈妈，搞得萌萌还以为自己偷懒的事被发现了，赶紧心虚的叼起媚珠回到角落里喂奶。而媚珠似乎也知道自己做错了事，在此之后妈宝女在妈妈面前更乖巧了。当半睡半醒的菊萌萌和她交换唾液时，小家伙眨巴着大眼睛，乖得像个玩偶。此外，媚珠双手捧脸呼呼大睡，以及划拉着软趴趴的四肢爬行的画面，简直可爱到爆，直接戳中依依的心巴。难怪长隆饲养天团都如此喜欢他们。中秋节，媚珠得到熊生首个礼物，一个精致小巧的熊猫头灯笼。也有网友表示，媚珠的第一个丰容是地板，就是说夺笋那地板公主早已是过去式了。虽然如今媚珠走路都还跌跌撞撞，但并不妨碍奶爸奶妈铺天盖地的爱，直接给媚珠安排了熊生第一个木马。能看出小家伙很感兴趣，只是不太会玩，强烈建议让我进去教教他。希望小家伙在奶爸奶妈的照顾以及妈妈萌萌的宠爱下健康成长，熊生顺顺利利，幸福快乐哦。那熊猫究竟有多少让人意想不到的脸型？百变滚滚们，你最喜欢哪一款？熊猫界公认的美女飞云是仓鼠脸，自带甜甜的微笑，唇不知迷倒了多少人，但在天使般的面容下却有着一颗硬汉的心。飞云和金虎打架都是3-7开，也就是3分钟把大胡子打哭7次。看来飞云的飞是张飞的飞，云是赵云的云。粉丝看见他喊的都是萌妹萌妹，金虎看见他喊的都是喊门卫门卫，而小公主福宝则是个五边形脸，最大的特点就是全部突出，看上去像五边形战士睡醒了还会变脸，起猛了还会变身，松狮被姨姨们一顿拍照。小福真的堪称熊猫界表情最多的熊，而我们的北辰是天生笑脸，肉乎乎的脸，自带粉色腮红，又萌又可爱，还因动作甜度超标被称为小甜包。虽然北辰外表软萌可爱，本质上却是实打实的皮猴一个，经常没事就去招惹同伴，尤其是文静宝宝被他折磨得烦到不行，每次看到北辰都会丢下正在啃的竹子转身就跑。萌兰则是可爱的蓬蓬脸，刚出生的小萌兰脸蛋又大又圆，毛茸茸的像抱枕玩具一样，天生的微笑唇，眼睛滴溜溜的圆，奶凶的她还总想给奶爸来2拳，结果小腿没站稳，自己先摔了一跤。相比之下，另一个宝宝更具特点，滑萌萌天生囧字脸，因为眼圈上方长了2撇不规则的毛，看上去特别像个囧字，好像是受了什么天大的委屈，一副随时要哭出来的模样。据说奶爸也曾试图帮忙抚平，但这个悬倔强的长在脑门上不肯躺平，被奶爸这么一扒拉，不但没有消失，还越来越明显了。梅兰肉肉则是16:9宽平大脸，谭爷爷曾说肉肉是最好认的小熊，就梅兰嘛，肉最大的脸，就看他最大的脸，然后嘴巴有点尖。肉爷好像感觉一眼就看出来，感觉就是长得顺一些，长得紧扎一些。不过别看肉肉300斤的体格，但他跳起舞来格外灵活，在看到游客拍照时，还会爬到树上主动摆个长腿 pose。谁说只有瘦子才有范儿？我们肉肉扭起来可不输1线明星，而且肉肉是出了名的脾气好，被其他小熊踩来踩去不生气，可唯独不能动他的小零食，这一点奇艺最有发言权，因为抢了他的一块小苹果，被肉肉抡圆了胳膊揍得哇哇大叫。而振生就更有特点了，是个菱形脸，还曾因撞脸冯巩老师而出圈，因为从小脸宽，所以小名叫宽宽。但在熊猫脸型科普中，专家表示宽宽是车座子脸，真是一点都不给宽姐面子。要知道宽宽从小就是个不好惹的狠角色，咬破铁网成功越狱都不在话下，擅长打架的他获得一个争霸天的别称。所以专家老师，您一点都不害怕吗？大家还知道熊猫圈哪些有特点的脸型吗？谁能想到最安全的熊猫饲养工作，竟被灵岩奶爸干成了高危职业？你怎么干啥啊？最近灵岩觉得奶爸热度不如之前，左思右想决定为其添把火。只见胖岩卖力地往身上裹泥巴，直到浑身上下变得黑黢黢的才满意。然后这小子从背后掏出事先掰好的树枝，这熟练的动作直接让奶爸两眼一抹黑。哎呦我的妈！这啥意思？真可怜呀！你真的要让我死网上吗，灵岩？而灵岩的大招就跟没有冷却似的，啃完树枝紧接着又跑去澡池里，一边嚎啕大哭一边洗玩具。黑心老板让国宝洗玩具赚钱了，好家伙，这要是被魔粉看见了，恐怕奶爸浑身是嘴都解释不清楚。都知道灵岩的外场新添了健身器材，只为让他减鼓鼓囊囊的油肚子。胖岩刚上手时还被这玩意砸了屁股，但现如今已经玩得越来越熟练了，
甚至还能站在上面表演舞狮。就冲胖妍这一天天使不完的牛劲，真想把国庆的跑步机给他玩玩。而林妍卖力表演了一上午后也累惨了，气喘吁吁的瘫在水池里吃水皂的黢黑。即便如此没心没肺的胖妍依旧很开心，嘴里哼哼唧唧的唱起了胖妍之歌。虽然胖妍给猫粉的印象是搞笑谐星，但真的很羡慕他身上的无忧无虑。只见正在吃竹子的林妍突然愣住了，眼珠子一转一转的，好像想起了什么事，随后赶紧丢掉手里的竹子，跑到木架上，撅起屁股就接连造了好几个大青团。果然永远猜不到胖妍下一秒要干啥。都说飞云从没听过人类正常声音，但其实胖妍也一样。猫粉姨们和奶爸也都是真心爱着她，因为林妍最喜欢粉色，所以猫粉们总会穿着粉色衣服去见她。还有大妈跳广场舞给小家伙看，每当隔壁麦麦剩下的窝头，奶爸都会悄悄拿去给林妍开小灶，导致胖妍就算每天玩命整活，体重却一直一路狂飙。而林妍也很爱这群远道而来的朋友，知道姨姨们爱看她整活，所以总是不厌其烦，也会把太空舱推到窗边跟游客们互动贴贴，像孩子一样傲娇的炫耀新车车和小鸭子。当胖妍找不到粉色姨姨们时，她也会满脸忧伤的趴在太空舱上，像极了00后冲进股市被套的样子。不得不说，林妍真的是宝藏小熊。听说哥哥凭借整活从小透明逆袭成形象大使后，暖暖也开始当起了显眼包，要把蓝叶干上市。不仅雨天蹦迪上演，就让这大雨全都落下，还趁游客多的时候来了个舞蹈串烧。只见这小子双手抱头，左脚画圆，右脚踢，随后一个助跑，顺着斜坡来了个5连翻滚。收尾时不忘5个诗，感谢姨姨们的捧场。感觉他和林妍一样，一天天有使不完的牛劲。胖妍虽然是熊猫圈最会整活的小熊，但毕竟今夕不同于往日。林妍凭实力当选了栾川旅游形象大使，如今再见到胖妍就得喊一声严局了。估计此刻还在加班删除黑历史吧，毕竟他可是熊猫界涉黄第一熊，还有动不动就把奶爸挂网上的前科，日常整活翻车也是家常便饭了。其实敏敏的3个孩子，阿杰、林妍和满满都用了同一个样貌模板，只是长得好看的是阿杰，长得好笑的才是林妍和满满。阿杰出生时的体重达到212克，使得首次生产的敏敏难产了3天，才终于把这小胖妞生下来。虽然阿杰不像弟弟们那样活泼，但骨子里也是个实打实的搞笑女。熊生最爱打坐修仙和干饭，主打一个酒肉穿肠过，佛在心中坐，并且阿杰还喜欢颠倒看世界，这柔韧度不知要让多少舞蹈生泪目。有时他还会为一口胡萝卜表演倒栽葱，把围观群众刘奶妈吓得魂都快飞了。哎呀，对不起，糟了，天哪！你为了吃这里是……不得不说，敏敏是懂遗传的，无论老公是谁，孩子都和她长一样。小熊精辉宝的脾气有多大，简直是爱宝乐园最不好惹的存在。宋3岁只是轻轻摸了下辉宝的屁股，小家伙当即炸了毛，气势汹汹地转过头，小手使劲一拍地，再碰我一下试试。如果眼神能刀人，恐怕宋3岁早已 game over。与福宝只霍霍宋3岁和艾女士不同，辉宝小脾气上来主打一个无差别攻击。有次江爷爷试图纠正光君的坐姿，想让他面对游客吃饭，结果一身反骨的光君直接原地葛优躺。就是说这白眼翻的真的好瞧不起人。这天辉宝追着宋3岁进入员工通道，本想赏脸让对方陪自己玩一会儿，没曾想被忙于工作的老宋几次拒之门外。我们光君大王何时受过这种气？一怒之下直接就奔着艾女士去了，二话不说就给了妈妈一套喵喵组合拳。幸亏爱宝忙着吃胡萝卜没工夫搭理他，不然铁定得给光君一套爱的教育。虽然辉宝和爱宝对打从来没赢过，但光君大王从来都不服气，哪怕打不过也要还手，就是要硬刚，和虫洞二馆长一样从不内耗。当初兽医打针时弄疼了光君大王，小家伙的怒火蹭一下就起来了，要不是江爷爷在后面拼命拖住他，恐怕兽医逃跑的时间都不会有。而看着罪魁祸首笑嘻嘻地蹲在门边，辉宝眼神里的幽怨都快要溢出屏幕了。有本事进来咱俩 battle 一下。可以说没人能在辉宝面前全身而退。不过在面对最喜欢的圣西姨母时，双标的光君却会收敛爪牙。当初姨母如辉宝的脸蛋时太用力，让他在众多游客面前出了洋相。有女明星包袱的光君瞬间天都塌了，默不作声地跑到一边生闷气去了。只能说要是换成宋3岁，光君大王肯定要与他不死不休。直到圣西姨母拿着小苹果来道歉，辉宝的态度才算缓和了一些。不过当姨母搂着瑞宝亲亲抱抱时，嫉妒到面目全非的光君气得冲上去就是干，被提溜起来后仍不依不饶的要咬对方，这简直就是醋坛子被打翻的人类小孩子啊！其实辉宝喜欢姨母不是没有原因，毕竟姨母会给光君带好吃的小零食，而宋3岁既会打针又会喂给他驱虫药，罪行罄竹难书，让熊无法原谅。不得不说，宋3岁简直比黄连还要苦。为要这件事从福宝到辉宝瑞宝，最后全都被记恨上了。强烈建议他下次戴个头套遮掩一下。小熊精于爱究竟有多聪明机智？这天奶妈出来提醒艾姐下班回家，小家伙靠近时特地放慢脚步，等奶妈先回到员工通道后才进门，而且于爱进门后也没有转身离开，
眼里有活的他还主动帮奶妈关上门，甚至留了条缝隙以便通风，简直是要成精的前奏。其实爱姐的这番举动并非偶然，小熊精从小就会给二顺妈妈开关门，自己出来玩时也会顺手把门带上，很难不怀疑爱姐藏了什么宝贝，怕被偷走。作为熊猫界智商与萌兰比肩的小熊，爱姐的高智商向来令猫粉们惊叹。这天，馆长和外公给可爱准备了新丰绒，为了增加趣味性并锻炼两熊的后肢力量，用绳子将玩具全部绑在了树上。爱姐迫切地想要吃到丰绒里的果果，于是想要直接从源头解决问题，她径直来到木架上观察馆长打的绳结，只是轻轻一拽，绳结竟然就松开了。随后，爱姐像侠女一样翻身踩在树上，一手抓木架稳住身体，一手扯开了绳子。这逆天操作把外公都给看得目瞪口呆，只能紧急召回于可于爱并返工。而爱姐也不是第一次解绳子，先前院子里的吊篮打结竖了起来，没等姨姨们研究明白爱姐已经胜了，结果只动了一下嘴就解开了吊篮。赖国宝大熊猫也有假期综合症，国庆复工第一天，滚滚们集体睡懒觉，只见新衣困的整只熊都老了好几岁，努力了好久都没能赶跑瞌睡虫，于是便任由眼皮把自己的大脑重新封印，为了睡得舒服还不忘下巴枕着手臂。果然就算是熊猫也主打以摆烂应付上班，而虫洞的滚滚仿佛商量好了一样，个个都趴在木架上睡得不知天地为何物。网友表示放了7天假，熊们上了7天班，但为什么一样的累一样的想睡懒觉？别看花花是基地出勤率最高的小熊，但上班上久了哪有不疯的？于是小家伙直接半躺在地上吃东西，就连跟游客打招呼也是躺着招手，躺着真舒服。熊家决定要当废熊了。而秦小乖不仅上班时间摸鱼摆烂，到了下班时间还非要奶妈把自己抱回家。小家伙既不挣扎也不反抗，主打摆烂。就是说打工熊何必为难打工人呢？杰邦作为熊猫界最会摆烂的小熊，熊生主打上班倒头就睡，下班原地冬眠。只见杰邦强行开机走到独木桥上，然后两腿一蹬爱谁谁，真正做到了摆烂要从娃娃抓起。小熊金嘉欣为了偷懒时不被打扰，直接爬到树杈上自挂东南枝，主打一个没什么事的话我就先挂。这天被迫营业的熊猫宝宝心情非常不爽，只见小家伙迷迷糊糊的往嘴里塞竹叶，然后直接往后一躺，算了毁灭吧。别看熊猫宝宝面对游客时强颜欢笑，实则内心已经叹气10000次。本想爬个树感谢远道而来的粉丝一役，但还没开始就已经半途而废。熊猫萌兰究竟有多治愈？这天外场玻璃蒙了层水雾，影响观感，工作人员拿出工具将玻璃擦干净。萌兰看到立马掏出压箱底的擦玻璃技能，帮工作人员把另一面擦得干干净净，同时还跑来跑去跟游客们互动。就是说怎么会有这么懂事的小熊精？身为熊猫圈最有名的治愈系小熊，萌兰会在空间有限的场地内各种整活，甚至一个滑滑梯就能让他玩出不同花样，给远道而来的游客提供满满情绪价值。就算自己正在吃饭无法表演整活，萌儿也不会让辛苦排队的游客失望，举起熊掌歪着脑袋跟姨姨们 say hi， 优雅帅气的样子令姨姨们瞬间萌化少女心。果然没有人能抗拒萌兰的魅力。当看到麻雀在鬼鬼祟祟的偷吃窝头，萌兰会毫不犹豫的转头假装没看见，只为让这个小生命能安心填饱肚子。并且萌儿并不是单纯的养鸟，把它们喂饱后再尝尝鲜，而是把小鸟都当成了自己的朋友。有次乌鸦落在萌兰头顶上休息，小家伙生怕吓跑对方，一直安静趴着，想必这一刻乌鸦也能感受到萌兰的善意吧，之后才会留下这张治愈无数人的图片。而萌兰之所以有治愈人心的魔力，也许是她也从小被伙伴和饲养员治愈着。当萌儿独自一熊趴在角落 emo 时，司汤圆看到后跌跌撞撞的走过来，像个小大人似的把哥哥温柔搂在怀里，学着妈妈的样子用小手轻轻拍萌兰的背。温馨治愈的场景令无数猫粉直呼破防。有段时间萌兰的病情刚刚恢复，奶爸奶妈担心复发，便把她关在房间里休息，可萌儿却想和小伙伴们去外面玩耍，哼哼唧唧的央求饲养员给自己开门。还没等奶妈心软把熊舍大门打开，外场的伙伴们听到声音竟然都围了过来，放弃玩耍的机会回到内舍陪伴萌兰。果然任何生物之间都有美好温暖的友情。据说当年萌兰因骨髓炎吃不下竹笋，圆嘟嘟的脸蛋没几天就变成了尖下巴，照顾她的和奶爸心疼不已。寝室领导给孩子换食物却没有得到批准，无奈只能偷偷给萌儿砍新鲜竹子吃。然而这件事被园区领导得知后，和奶爸不仅被通报批评，还被罚光奖金。但看着饱受病痛折磨的萌兰终于肯吃东西，和奶爸却觉得一切都值得。有这样一群伙伴和饲养员的暖心呵护，萌兰才能养成阳光开朗懂事的性格，用自己的力量去治愈更多两脚兽。最后希望萌儿熊生永远快乐喜乐无忧。果然下雪天才是滚滚们的快乐源泉。第一次见到雪的喀秋莎有多开心？刚开始小家伙胆怯地站在门口张望，不理解院子为何一夜之间变白了，也不知道飘在空中的雪花是什么东西。直到看见妈妈大摇大摆地走进外场，喀秋莎才终于鼓足勇气跟在丁丁身后。能看出小家伙的熊掌刚踩在雪地上就喜欢上了这冰冰凉凉的触感，整只熊兴奋的都顾不得去抢妈妈的饭。
看着恨不能把血全裹自己身上的喀秋莎，丁丁满脸宠溺没见过世面的傻孩子。而要说喀秋莎究竟有多喜欢雪，小家伙就连吃饭都要找个风水宝地，边吃笋笋边欣赏这皑白雪，人里人气的模样，一整个戳中一心巴。都知道平日里喀秋莎最爱黏着妈妈，丁丁有时候连饭都没办法好好吃，烦得他只想把狗都嫌的熊孩子踹一边去。但自从莫冻下了这场及时雪，小家伙沉迷玩雪无法自拔，丁丁女士终于能清清静静的用它了。就算喀秋莎突然调皮抢走竹笋，丁丁也追得不慌不忙，然后直接从滑倒的小乌拉嘴里拿回了笋。果然姜还是老的辣，知道跑得快容易摔。平日里喀秋莎鲜少宠幸滑滑梯，但当上面铺了一层雪后，滑梯便彻底成了乌拉大王的心头疼。有事没事就要过去打呲溜滑，要是再来2位饲养员给他拉雪橇，乌拉大王绝对能成为熊猫界最靓的仔。饲养员看出喀秋莎非常喜欢雪，于是给小家伙堆了个简易版小雪人。本以为喀秋莎走的淑女熊舍肯定不会像老爹如意那样辣手摧花，没曾想他的手段简直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，一个飞扑直接让小雪人掉了脑袋。果然任何小熊在雪面前都得原形毕露。虽然饲养员的心意被拍得稀碎，但看着小糯米团子抱着雪球扭啊扭的背影，还是会觉得只要熊孩子开心就好。毕竟谁能这样一只可爱的熊猫宝宝呢？或许是觉得把雪团起来更好玩，喀秋莎小心翼翼地用熊掌做了个雪球，甚至知道没被踩过的地方雪更多更干净。只可惜就在雪球出具雏形的时候，小家伙一手抖直接掉进了沟里。喀秋莎天都塌了，慌忙伸手去捞，结果非但没拿出来，自己还差点被卡住。气得小家伙一跺脚就去找饲养员撒气了。毕竟要怪只能怪大鹅把他照顾得太好，明明出生叫完体重却遥遥领先。而如此软萌的小可爱你爱了吗？眼前这只徒手爬墙越狱的大熊猫，就是从马来西亚回国的生意。小家伙完全不像娇生惯养长大的公主，倒像是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的皮猴。都知道马来西亚是出了名的宠熊猫，生意的2个姐姐暖暖和意意，从小到大都是被饲养员抱着上下班，以至于回国了4条腿都还是9成新的。然而却很少能看到生意有这种待遇，这并非饲养员区别对待，而是这丫头根本不给奶爸抱她回家的机会。每天不是翻墙越狱，就是在去翻墙越狱的路上，还因此被网友们称为海外版蒙兰。只见上班上烦了的生意来到门口，直接使出修炼已久的缩骨神功，从比拳头大点的门缝里悄悄回了家，给了屋里的奶爸一点小小的震撼。而为了弄清这丫头究竟怎么进门，奶爸蹲在角落耐心的守株待兔。看到生意成功从门缝里挤进去的那刻，奶爸叹为观止，无奈的摇了摇头。到后来生意已经不再满足于门缝越狱，他穿过铁丝网爬上了造景的假山，凭借强劲的手臂力量轻松爬上了围栏。虽然被奶爸发现后原路遣返，但不得不承认生意的胆量真的是无敌。因此当生意和姐姐意意一同回国时，亲手把2熊养大的奶爸抹着泪恳求中国饲养员耐心对待意意。至于生意则是叮嘱他要听话别挖煤。从这便不难看出2熊的性格差异有多大。事实也果真与奶爸担心相差无几。意意适应了1年多都还没展出，生意没几天就和国内饲养员打成一片，并且火速展出跟姨姨们见面了。彻底放开自我的生意也忘了奶爸的话，每天一睁眼除了吃饭就是玩，原本就不算白净的皮毛直接变成焦糖色，就连院里的小树也在他一番操作下被薅秃了。难怪奶爸给他做的生日蛋糕是恐龙造型，这嚣张的小模样真的超级适合生意。而且就算换场地，生意也没有适应期，该吃吃该喝喝该玩玩，啥事不往心里搁。毫不夸张的说，就算生意天天换场地，他也只会觉得2脚兽的心实在太好了，变着花样的给自己做大型丰容。就是说照顾这样一只活泼性格好、适应力还极强的熊孩子，真的是让奶爸奶妈又欣慰又头疼。